今天是教师节，我们园长会的委员当中也有好多位曾经当过老师、校长。你笑得非常的满意，或是致力于各族群的语言文化的教学传承的工作。我要借着这个机会，我要先跟大家说一声教师节快乐。教育的议题，或者更精准的说，原住民族教育的推动的情形，在前几次的我们委员会议当中，一直受到相当多的关注。那我能理解大家的焦虑。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原住民族自身的文化、语言跟历史观点，并没有受到国家足够的重视。以前的政府甚至还对原住民族语言文化采取贬义、禁止的措施。所以今天我们特别安排了园长会的文化、语言2个主题小组来发表阶段性的工作报告。那文化小组的林志兴召集人，将向我们说明过去1年来小组团队按照工作大纲对战后同化教育的政策如何压抑原住民族文化初步的调查发现。语言小组的童春发召集人，则要呈现战后政府推动国语运动过程中禁止原住民学童使用族语所造成的影响。为了强调族语的主体性，童召集人将全程使用台湾语简报，同时也有现场的口译，鼓励每一位族人在正式场合使用自己的母语来表达想法，这是政府应该要做的事情。延续报告案的主题，在这一次的会议讨论提案当中，也有委员关切族语政策的推动进度。那么事实上，过去2年多以来，我们已经通过《原住民族语言发展法》开办原住民族广播电台，现在原民会跟教育部也正在全面研拟翻修原住民族的教育法。不过这些法规跟政策，有没有落实到原乡部落？是不是充分的回应了族人的需求？我想都需要由各位委员的口中说出来。所以等一下我也希望能够深入的听听大家的意见。那在教师节的这天安排关于文化语言教育的报告跟讨论格外有意义。那么转型正义是为了要还原真相，谈论原住民族受到压抑的历史，将有助于我们明白现在对原住民族教育或语言文化的保障，并不是额外的补助，相对的，这是公平正义的彰显。转型正义也是为了给下一代一个更好的未来。过去的政府曾经错误的限制人民使用母语，享有自身文化生活的权利。那么如今我们应该要汲取教训，让我们的孩子不会遭受到类似的对待。那我想要请大家一起思考，到底台湾社会为什么需要落实转型正义？我认为，诚恳的面对历史，诚恳的反省国家曾经犯下的错误，这一点无论是对威权时期的转型正义，或者对范围更大的原住民族历史正义来说，都是共同的课题。最后，从这次的委员会议开始，赛德克族、拉阿鲁哇族2族所推荐的新任的代表将加入我们的行列。我们欢迎潘烈委员跟葛新雄委员。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今天的会议，谢谢。